欢迎来到 QCAT 播客的第10期，我们将在这里讨论科技与网络安全以及智慧城市的未来。我是 Alexandra， 我是 Sebastian。还有这是我们的猫。我们将聊聊 Cat 产品，因为之前的节目里多次提到它们了。但今天我们会更深入地介绍每一款产品到底是什么。我们想从基础说起，支撑 QCAT 所有产品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是什么？我们应该从 OTOCN 说起。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提到的， OTOCN 是一种数据协议，它是对现今互联网协议的一种替代和改进，也就是 TCP/IP。 OTOCN 是我们的核心骨干，它是支撑我们所有正在开发产品的技术。在 OTOCN 之上，我们构建了 Cat AI1。QCT AI1 是什么？它是让 OTOCN 在产品内部运行的技术，换句话说，就是人工智能的集成。所有这些协议内部都集成了相应的功能、机制以及相关的操作和处理流程。如今，将人工智能集成到技术中非常重要，这对当今世界的运作方式至关重要。所以没错，我们继续说 Cat AI1， 它就像是所有 Cat 产品的总纲。Cat AI1 的一些主要功能包括，例如其核心特性和关键能力，集成的深度画像、集成的机器学习，以及得益于 OTOCN 而无与伦比的网络安全。所有这些让系统变得更加高效、安全、快速。我们总是这么说，这里就是技术上的理由。它同样具备可扩展性，并适用于关键任务场景，一切都是最高优先级。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基础设施、这种架构能够贯穿于所有产品之中，并让所有产品实现集成，这样所有产品都能达到顶级水准，真正没有可比性。在当前行业中，因为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是建立在 TCP/IP 之上的，而我们用的是更好的东西。在 OTOCN 之后，就是 Cat AI1，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散式的存在。在 Cat AI1 之下是这项技术的各种应用，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2类。一方面，我们有网络安全，叫做 Cat SII， 也就是免疫安全。另一方面，我们有与加密和智能货币相关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先从网络安全解决方案说起，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Cat SII。什么是 Cat SII？Cat 免疫安全。什么是免疫安全？免疫安全，我们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提供单一产品，我们也不是把安全作为现有技术的附加功能来提供，而是我们的安全从基础设施设计阶段就已经集成进去，这要归功于 OTOCN 和 Cat AI1。所以我们在网络安全领域实现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免疫防御能力。现在我们要讨论网络安全领域的产品，分别是 Amit、Anubis 以及 Vortex。在介绍完网络安全后，我们有3个产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但我们会先讲前2个，它们可以说是兄弟产品。打个比方，也就是 Amit 和 Anubis。Amit 和 Anubis 在硬件上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实体产品，主要体现在它们的角色和使用场景上。这些产品适用于什么样的规模？所以，你想谈谈这些区别吗？好的，主要要记住，当我们谈到网络安全以及用于网络安全的硬件产品时，其实是在讨论一种能够保护数据流进出服务器的设备，而在这方面，业务规模会决定你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你是需要小型的还是大型的设备。在这里 Amit 是专位，更适合温馨的家庭环境和小型办公场所，例如舒适的家庭住宅、智能家居系统以及各种规模的办公室，特别是小型办公室等。
而 Anubis 则是一款功能强大且性能卓越的产品，能够轻松应对更大规模的设备部署和管理，主要面向专业的 IT 存储中心、先进的楼宇控制室，以及也好，在工业层面，任何需要更大规模的场景都适用。对，所以 Amid 是面向家庭使用的另一款，则是面向工业级规模。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两款产品？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为什么是 Amid？为什么是 Anubis？其实，正如我们之前说的，这两款产品遵循的是同一个原理，只是应用在不同的规模上。而它们的一些差异化价值在于，首先是主权性，让你可以自己掌控网络安全，而不必依赖第三方服务。我们还有我们所说的安全及免疫，这些是从设计上就具备免疫能力的网络安全系统。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点，那就是我们所说的零日免疫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对那些尚未被公开披露或修复的零日攻击，具备强大的、及时的免疫能力。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主权性这个话题，正如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因为能够自己掌控网络安全，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家，能够自己掌控并保障安全，非常重要，无需依赖第三方。Anubis 和 Amid 都能为你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来说说 Vortex，被称为黑洞保险库、黑洞保险箱，就是一个黑洞。我们怎么形容 vortex 呢？我们也称 vortex 为黑洞，因为它就像一个保险库，在这个保险库里，一旦你把文件放进去，你想要存储的信息对外界消失了，只有你自己能掌控，而且安全性极高。这就是我们说黑洞的原因。除了用户本人，没人知道这些文件在哪里，长什么样，包含什么内容。所以在安全性方面，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是的，主要是因为，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提到的，我们的零可见性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在推销的概念，而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因为黑客是通过 TCP/IP 协议进行操作的，而我们这里有一个基于 OTOCN 的网络安全系统，它承诺实现这种零可见性。他们找不到，也看不懂自己看到的东西，就像你看到一个黑洞，却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一样。黑洞不明白里面是什么。所以没有可见性就没有攻击。接下来换个话题，先不谈网络安全，让我们稍微聊聊加密货币和智能货币。从我们的智能货币说起，这也是我们做播客的原因，猫的由来，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QCAT。关于 QCAT，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一种为现实世界解决方案、实时应用、关键任务工作而设计的智能货币，一种不仅仅具有储值功能的货币。也就是说，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像钱一样随着股市下跌或其他加密货币市场波动时单纯积累，而是一种在现实世界智慧城市中具有实用价值的加密货币。你想补充点什么吗？是的，它的实用价值现在就已经存在，而且随着世界不断迈向普及应用，这种价值会变得更加重要。智慧程序和智能产业，以及自动化和可扩展性，最重要的是可扩展性。当然，对于其他加密货币来说，目前还没有实现能够在自主设备之间进行这些交易所需的可扩展性和速度，所以 QCAT 就是这个解决方案。它具备了这个世界所需的可扩展性、速度和安全性，而这些在我们所见的世界中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我们还有钱包，我们全新的神奇解决方案 Aladdin。那什么是 Aladdin 呢？它是一个虚拟钱包，但不仅仅是一个虚拟钱包，它还集成了人工智能。有了这个，我们还可以说，我们之前所详细描述的系统，以及我们所拥有的先进技术，能够让我们的虚拟钱包和交易速度，比如说，能够持续的保持一个非常极低的 gas 费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具体来说，这是因为交易几乎是瞬时完成的，而且这不仅适用于 QCAT，也适用于其他可以。
通过与我们的区块链 Web10 集成进行操作，实现交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可以把任何货币的一小部分发送给另一个人，而且因为几乎是顺势完成 ，Gas 费用会非常低，甚至几乎为零。这也意味着你可以实现国内的微支付，点对点直接转账，无需依赖交易所、银行或手续费。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有$1，你也可以发送1比特币。你只需要猜一下神洞就行了。说到服务，除了 Ladder， 我们还有一个交易服务，叫做 Bitcoin Express。那什么是 Bitcoin Express？ 正如我们所说 ，Aladdin 是钱包 ，Bitcoin Express 是用来进行交易的服务。Bitcoin Express 承诺了什么？它的名字里有 Bitcoin， 也有 Express， 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是一种快速且及时的交易，有我们的区块链 Web-Chain。为什么？比如说，你想给我转一个比特币，但在任何交易所，谢谢你，但在任何交易所，这个操作都很慢，因为确认那个区块被添加到区块链上的时间非常慢，在确认完成之前，交易是不会完成的。所以我们的服务做的就是加速这个过程。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通过 Web-Chain 实现扩展。所以你把比特币给我，我作为 Bitcoin Express 服务，把你的比特币包裹进我们的 Web-Chain， 然后我们把它带入我们的区块链，进入我们的基础设施。对，进入我们的基础设施，这样就可以让比特币像这样流转，快，非常快，搞定。一旦到达就结算完成，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只需要几秒、微秒、纳秒的时间。除此之外，我们不依赖银行，也不依赖那些不可靠的第三方。对外包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承担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安全、可扩展、快速且总体可靠的服务。是的，目前主导市场的2大最强选项是什么？说到加密货币，它就是交易所；说到法币，它就是 SWIFT。而且他们还收你高额手续费，对吧？是的，不只是手续费，正是如此。除此之外，比如说 SWIFT 的外包问题就是它的通信，一家银行到另一家银行的转账从来都不是直接银行对银行，它会经过中间的其他服务，直到最终到达另一家银行。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没人知道谁负责，也没人知道怎么解决，钱在途中就丢了，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可能要花上几周、几个月才能给你一个答复。如果能有答复的话，而且他们收你的手续费总是很高，对吧？而且手续费总是很高。相比之下，这里最重要的是 gas 费几乎降到了最低点，运行速度变得非常的快，而且是完全点对点的连接方式。没有其他人参与，也不需要让其他人介入，没有中间商。对，就只在你我之间而已。这只是我们产品的一个超级简要总结。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讲，关于每一个产品，其实都可以讲很多。但我们的想法是让内容更易于理解，也更方便你们消化。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产品和概念正在路上，正在变成其他类型的产品。所以，请持续关注，欢迎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我们下期 QFAT 播客再见，非常感谢大家。